家好，我是雪里安，欢迎来到巴塞罗那的 Episode 4。今天我们不只是来看建筑，而是来看一场世纪大比拼。这条格拉西亚大道上最著名的就是这片不和谐街区。Manzana 在西班牙文中既指苹果，也可表示街区，因此这里被戏称为不和谐的苹果。这名字源自希腊神话，纷争女神厄里斯因为没被邀请参加婚宴，就故意留下一个写着献给最美女性的金苹果。结果3个女神为了这颗苹果吵翻天，最终导致了特洛伊战争。而在20世纪初的巴塞罗那，这里也有一场金苹果之战，不是女神在争美，而是当时最有钱的富豪们请来顶尖建筑师，要在这条街上比谁的豪宅最美。这场较量的核心有3位大师：巴马特耶之家由普易居设计，杰欧摩雷拉之家则是我们上一集提到过的圣十字圣保罗医院设计师多米尼克的作品。最后就是我们今天的重头戏，由高地改造的巴特罗之家。有钱人的胜负欲是很可怕的。最先动工的是阿马特耶，他要求房子一定要比旁边的都高，但碍于当时的法规限制，不能盖太高。普易居就耍了个小聪明，在屋顶加了一个阶梯状山墙，让房子看起来比较高。结果隔壁的巴特罗先生看到后不服气，1904年找来高地进行旧屋改造。高地更绝，他直接先斩后奏，违章建筑加上一个起伏的龙脊屋顶，顶端还放上十字架，成功在高度上压制了隔壁。高地选择的主题是他一生反复使用的故事——圣乔治屠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屋顶那弯曲的线条就是恶龙的背，彩色陶瓷碎片则像鳞片，颜色慢慢变深红，象征恶龙受伤流血。那个带有十字架的烟囱则是圣乔治刺入龙背的长矛。除了屠龙传说，我们也可以看到高地最擅长的自然元素。墙上这330个陶瓷圆盘与彩色马赛克，在阳光下闪烁，就像海中的泡沫。也就是因为这座建筑太惊艳，巴特罗先生才把高地介绍给了米拉先生，这才有了我们在 EP2 看到的米拉之家。不要忘了订阅、留言以及按赞哦！一踏进巴特罗之家，迎接你的是一个叫高地穹顶的空间。这是一个360度旋转的沉浸式展示厅，述说着高地的生平。虽然声光效果很震撼，但说实话，那气氛营造的有点像恐怖片，所以这部分我就没多拍，留给你们自己来现场体验。这里的门票包含了一个超强的 AR 导览器，当你把镜头对准建筑的某个位置，它就会帮你解锁高地的灵感来源。像这个天窗，它的灵感来源是海龟的龟壳。这个楼梯像是龙的脊椎。这里是礼宾室，你会看到墙面上有小海马的投影，旁边还能看到当年收发信件的空间。来到巴特罗的书房，我真的尖叫！这座蘑菇造型的壁炉也太可爱了吧！真想整个人锁在里面。不过这里的墙壁纹路对密集恐惧症的朋友可能不太友善，看久了会有点头皮发麻。来到主客厅，又是一个好漂亮的水晶灯。每一扇窗上都有漩涡状的彩色玻璃，光线照进来的时候，真的像在水里一样。这整排落地窗直接面向格拉西亚大道，连窗把都是符合人体工学的，握起来非常顺手。拱顶、门窗、家具全部都是曲线，像海浪一样，象征海洋的力量把整个家包起来。
接着我们来到建筑另一端的餐厅，从这里可以走到一个私人庭院。这里是用陶瓷和玻璃碎片铺成的彩色世界。抬头看，这面外墙被设计成一个垂直花园，用玻璃、陶瓷跟铁件堆叠出一种植物往上爬的感觉。两侧的铁质阳台做成波浪形，好像攀藤的枝干。光景是整栋楼里我最喜欢的地方。高地用了5种深浅不同的蓝色瓷砖，越往底部颜色越深，越往下越浅。为什么呢？因为顶部阳光强，深蓝能吸收光线；底部阳光弱，浅蓝能反射亮度，这样整栋楼的采光才会均匀。窗户也是同样的逻辑，上面小，下面大。窗户下方还有木质百叶窗，设计灵感来自鱼鳃。通过调节这些百叶，不用开窗就能通风控温。这一区是巴特罗家族的私人空间，整体感觉是很有品味，家具都很好看，而且不是炫富型。然后这里的门超有趣，都做得很像脸，我一看就直接想到《爱丽丝梦游仙境》里会跟你说话的那扇门。继续往上走，会经过一个小展区，里面有不同艺术家的作品，也会经过官方拍照区，在最高的花形阳台拍。我一开始听成40欧，想说太贵，直接放弃。结果后来发现我听错了，只要14欧。那个价差听懂之后，立刻回去拍，2张21欧，所以可以找人一起拼单。屋顶其实不大，而且很晒，但这里就是巨龙盘踞的地方。奇形怪状的烟囱是龙背的一部分。当你近距离看那些彩色马赛克碎片，会觉得每一片都像是波光、水滴或鳞片，在阳光下真的很美。下楼时会经过大师 Kengo Kuma 设计的铝链阶梯，金属感与光影交织，非常现代。最后以高地之梦的投影作品作为结尾，它不只展示巴特楼之家，而是将高地的代表作都融合在里面。高地从来没有解释过他的作品，他曾说过，直线属于人类，虚线属于上帝，他只留下符号，让每个人自己去想象。整个看下来，你会感觉到展方真的对高地是真爱，各种 AR、声光、互动、投影全部上阵。当然也有可能是想多赚一点钱啦。最后一定要留点时间给纪念品店，这里的东西不是随便印个图案，是真的很有设计感，质感好到你会乖乖掏出钱包。巴特楼之家的门票虽然不便宜，但这场结合历史与感官的体验，绝对值得你排进巴塞罗那的清单里。午餐我们来到这家 Google 评分高达4.5颗星的 Tapas 店，吧台上满满都是食物，看起来都很好吃。首先上场的是海鲜系列，还行，外酥内软，还不错。章鱼口感 OK， 是安全牌。这道我喜欢，简单但好吃，口感清爽，很适合夏天。这道烤猪耳朵很好吃，而且口感很神奇，软软又焦焦的。这个汉堡也不错，肉蛮多汁的。菜单上找不到这道，是我们直接在橱窗看重点的。这道非常好吃，非常推荐大家去橱窗寻宝。这个巴斯克蛋糕浓郁却不腻口，比网红店的好吃，价钱又更可爱。这餐算下来人均只要18欧，整体来说是一间价格合理、选项多、不容易踩雷的 tapas 店。午
午餐吃饱之后，我们就准备离开巴塞隆纳，前往下一站塞维利亚。我们今天搭乘的是西班牙目前评价很高的私营高铁。大概要坐6个小时，坐的是 Singular Only You 的舱等。如果你有大件行李，建议提早至少半小时到站，因为行李架真的很容易被抢满。我的建议是买票时选那种面对行李架的座位，这样一路上都可以盯着自己的行李看，安心很多。整体安全感我觉得还不错，车上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周围空间比我想象中大，桌子也蛮大一张，如果要用电脑都可以。车厢中间是有餐饮吧台，我随便点了一杯卡布奇诺，价格是3.2欧，结果出乎意料的好喝。它配备的是专业级咖啡机，而非一般火车上常见的即溶或胶囊咖啡。在车上能喝到这种水准，很感动。不过反观我前一天在超市精心挑选的零食，老实说非常普通。但在长途车上能边看窗外风景边啃无聊的小零食，其实也是一种旅行的仪式感。就这样滑滑手机，喝咖啡，看一下风景。6个小时其实过得比想象中快很多。抵达后放好行李，我们马上冲出去找晚餐。在附近找了一家看起来不错的意大利餐厅 ，Google 评分4.4颗星。一进去觉得也太可爱，整个很有意大利家常小餐馆的感觉，木桌木椅，暖暖黄光，还有那种等一下会有意大利妈妈走出来问你要不要多吃一点的氛围。结果吃了之后，我才发现我们非意大利人平常吃到的意大利料理，果然都是在地化后的版本。就像我最喜欢的披萨口味是夏威夷，但在意大利人里，这个口味基本上属于犯罪。像这道面端上来的第一口，我心里其实想的是，是不是没熟？但冷静一下才想起来，这应该才是正宗意大利人口中的那种口感。al dente。第一天到塞维利亚，用一餐原汁原味的意大利料理开场，算是一个蛮有记忆点的开始。文化差异这种东西，吃一口就懂了。这餐人均25欧。在塞维利亚，我们住的是 Hotel Fernando III。整体装潢很大气，大厅一进来就可以闻到塞维利亚标志性的橘子花香味。闻到这个味道就知道你到塞维利亚了。顶楼还藏了一间餐厅，风景超好，远远那头就是塞维利亚皇宫。晚上可以来这里吹吹凉风，看看古城。room tour， 保险箱，这个是 shoe shine， 为啥？普通的柜子什么都有，洗手台、厕所、卫浴，没有 bathtub。哎呀，终于有这种小包装的，很好。不错。床看起来也不错，有个 capsule machine， 咪咪吧，没有任何东西的咪咪吧。隔天一早的 buffet 还算丰盛。各式各样的西班牙火腿排开就是壮观，还有现成的 churros 随你拿。虽然热食区看来看去都是培根跟蛋，但配上现烤面包还是很可以的。下一集我们将正式开启塞维利亚的华丽冒险。我们要去朝圣《权力游戏》的拍摄地塞维利亚王宫。
去全欧洲最壮观的西班牙广场散步，还要走进震撼人心的塞维利亚主座教堂。我是雪里安，我们下集见，拜拜。